叶晨，修仙路上无情无欲是铁律，你可知这份情感有多么危险？我只知，若无你相伴，这漫长的修行再无意义。命运的洪流即将冲垮一切禁忌，师徒之情能否跨越规则的束缚？爱恨交织，天地为证，他们的未来唯有拼尽一切去守护。天光初霁，霞光染尽苍穹，仙雾缭绕，远处青山如带，点点灵光自山峰间跃动，仿若琼楼玉宇悬于九天之上。云霄仙门，这个世代修仙者仰慕的圣地，隐于高天之巅，气势恢宏，俯瞰苍生。云霄仙门的掌门清虚子坐于大殿之上，神色肃穆。殿外，一名白衣女子正凌空而立，身姿挺拔，目若寒星。她便是仙门大师姐灵犀，掌门最得意的弟子，亦是未来掌门的不二人选。灵犀年不过27，已是修为通天，仙门中人人敬畏的存在。她素来冷静自持，肩负着掌门的厚望，不曾动摇过。但今日灵犀目光微沉，若有思虑。他知道掌门将为他指派一个新的任务，接收一名即将入门的弟子。清虚子淡淡地道：灵犀，此次你下山，代为收一名徒弟，名为叶晨。他虽资质寻常，却心性坚韧，可培养。灵犀微微颔首，没有反驳。他虽不曾亲自收徒，但掌门的吩咐不容置疑。灵犀下山，穿过层层山峦，来到一处小镇。在镇上的一处简陋宅院前，他见到了未来的徒弟叶晨。叶晨此刻正在屋前劈柴，汗水自他额角滑落，双目坚定。他的身世无甚特别，父母早亡，一介凡人，却有着比常人更顽强的意志力。灵犀站在远处静静观察，发现这少年虽修为全无，但其眼中透出的坚毅，恍若他曾经历无数磨难。叶晨，灵犀唤道，声音冷若秋霜。少年停下手中的斧头，转身看向那位飘然若仙的女子，愣了片刻，随即抱拳行礼：弟子叶晨拜见师尊。灵犀点头，略带威严地道：你我师徒，日后不可有任何懈怠。修仙路漫长艰险，若你心有退缩，随时可以离去。叶晨目光坚定，弟子虽是凡人，但心志坚定，定不会负师尊所托。灵犀不再多言，转身带着他踏上返回仙门的路程。叶晨心中既是激动，又有一丝敬畏。他深知自己与仙门弟子有着天壤之别，要在这仙道门派中立足，唯有拼命修炼，不容懈怠。回到仙门后，叶晨正式拜入灵犀门下，日夜修炼。他虽天资平平，却勤奋刻苦，常常在夜深时仍独自在仙门后山静坐修行。灵犀虽冷漠，但也注意到叶晨的勤勉。他时常在远处默默观察，却从不多加干涉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叶晨对师尊的敬仰渐渐演变为一种无法遏制的情感。他对灵犀的身影总是情不自禁地追随，甚至有时在修炼中走神。然而他深知这份感情是禁忌，不敢表露。一次夜深时，叶晨在后山修行，正当他快要力竭时，灵犀突然出现在他身旁。他语气虽冷，却透露出一丝关心：修行切勿急于求成，欲速则不达。叶晨心头一震，抬头看向灵犀，月光洒在他的脸上，愈发显得他冰清玉洁。那一刻，叶晨的情感已无法压抑，他意识到自己对师尊的爱慕已根深蒂固。然而灵犀的心思却深藏不露，他虽心有所感，但始终压制内心的情感，保持着师徒的距离。他知道仙门规矩森严，一旦触犯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自从灵犀提醒叶晨修行之事后，叶晨愈发小心翼翼，但他对灵犀的情感却如同烈火，越烧越旺。尽管他在修行上努力克制自己不去分心，但每当师尊出现时，他的目光便无法从他身上移开。某日清晨，灵犀在仙门后山布置阵法，以便门下弟子修行。叶晨奉命协助，但他的心神早已无法集中，望着灵犀的背影，不由得失神。此时灵犀忽然转身，淡淡问道：为何走神？叶晨惊觉自己失态，慌忙收敛心神，低头道：弟子失礼，恳请师尊责罚。灵犀冷眼看着他，神情虽无明显变化，却微微叹了口气，
修行之道在于心如止水，若你不能保持专注，前途渺茫。他的声音如同秋霜般冷峻，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关怀。叶晨心中复杂，明知自己不该对师尊产生这样的情感，却无法控制。他隐隐意识到，这份感情终将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。叶晨的异常表现并未逃过旁人的眼睛，尤其是仙门中几位长老，他们对灵犀的未来寄予厚望，时刻关注他的一举一动。某日，仙门长老玄清偶然见到叶晨在独自修炼时，无意中喊出灵犀的名字，他暗自察觉出其中的不妥。玄清心生疑虑，决定进一步观察。不久后，玄清暗中跟随叶晨，亲眼目睹了他在后山一片僻静之地，凝视着灵犀部下的阵法发呆。玄清心中一沉，隐约感到事情不妙。在随后的仙门大会上，玄清将此事告知掌门清虚子，言辞中暗示师徒关系不合规矩。清虚子虽未立即表态，但面色凝重。他深知灵犀肩负着未来掌门的重任，若他在情感上失控，将会给仙门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。数日后，掌门召集众长老开会，讨论关于灵犀和叶晨的事情。尽管掌门并未立即下达处罚命令，但众长老一致认为，若师徒二人关系真有异常，必须严格处理。最终，掌门决定以仙门门规惩戒叶晨，先行试探是否真有情感纠葛。叶晨被传唤至大殿，面临众长老的质问。叶晨，你入门已久，可有何不轨之念？玄清长老语气森然，目光锐利。叶晨知自己身处险境，心中百感交集。他不敢坦白自己对灵犀的情感，但也不愿撒谎，最终只能沉默不语。玄清见他不答，冷笑一声，看来你心中确有意念。话音未落，掌门下令将叶晨押入刑堂，按照门规对其施以玄冰钉刑罚，企图通过严厉的惩戒逼出真相。刑堂之中，叶晨被按在冰冷的刑架上，16颗玄冰钉如同寒夜中的锋利双刃，刺入他的体内，每一钉都如同凌迟般痛苦。冰冷的灵力流遍全身，迅速封住他的经脉，修为也在这痛苦中一点点被蚕食。他咬紧牙关，默默忍受，不发一声。心中唯一的执念便是不能让师尊卷入其中。他宁可承受一切，也不愿看到灵犀因此受罚。就在此时，灵犀得知消息，迅速赶到刑堂。他看到叶晨的惨状，眼中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痛楚。尽管他极力保持冷静，但内心深处的情感终于压抑不住。他瞬间出手，强行阻止刑罚的继续，站在叶晨身前，冷冷看向众长老，此事该由我一力承担。叶晨不过是我仙门的一名普通弟子，若他有何不轨，责任在我。他的话语掷地有声，语气虽冷，但分明带着护佑之意。众长老面面相觑，清虚子沉默片刻，最终做出让步。既然如此，叶晨便保留修为，但逐出仙门，从此不得再踏入门内。灵犀松了一口气，他知道这是他唯一能够为叶晨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。叶晨被逐出仙门后，心情复杂。尽管他保住了修为，但被逐出仙门意味着他与灵犀的距离已无法跨越。他默默离开仙门山门，独自前行，心中一片苍凉。然而没过多久，他便陷入了更大的危机。叶晨正行走在荒野间，忽然听到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几名仙门弟子追了上来。为首的弟子冷笑道：叶晨，你竟敢杀害同门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叶晨心头一震，什么？杀害同门？我从未杀过人。但那几名弟子根本不听他的辩解，纷纷拔出剑来，直逼叶晨而来。叶晨明白自己此刻再无退路，只能凭借尚存的修为应战。然而他刚刚经历了玄冰钉的刑罚，体力大减，未战几招便已渐感不支。就在此时，一道凌厉的黑色剑光划破长空，将追杀叶晨的弟子尽数震退。叶晨抬头望去，只见一名身着黑衣的女子出现在他的面前，双眸犀利，眉间带着几分邪魅。你是？叶晨惊讶问道。女子轻轻一笑，我叫莫云霜，你可以叫我云霜。你这样的人不该死在这些人手上。她的声音如同夜风般轻柔，却透着无法忽视的冷酷。
莫云霜迅速带着叶晨逃离了追杀，途中他向叶晨透露了自己的身份，她是魔教教主的独女，身怀极高的修为，向来行踪不定。这一次他碰巧经过此地，看到叶晨陷入困境，出手相救。叶晨虽心有疑虑，但眼下别无选择，只能暂时跟随莫云霜。他将叶晨带回魔教，安顿下来，并请来了魔教医师为他疗伤。魔教之中，莫云霜对叶晨的态度一改初见时的冷淡，时常关心他的伤势，甚至还亲自为他准备药物。叶晨虽然感激，但心中始终挂念着仙门的种种，尤其是对灵犀的思念。他几次提到自己想查明杀害弟子的真相，但莫云霜总是淡淡一笑，仙门的事又何必在意？你既已离开，不如忘掉那些是非，留在魔教，日后我父亲或许还会委以重任。叶晨摇头，我欠仙门一个真相，不能就此放手。莫云霜见他如此执着，心中渐渐对他产生了复杂的情感。这份坚毅和不屈的意志，让他从最初的好奇变成了欣赏，甚至有了一丝爱慕。然而他深知叶晨心中已有灵犀，对他的感情无法替代。莫云霜的父亲莫玄离，魔教的教主，早已得知叶晨的身份和背景。莫玄离对叶晨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，尤其是他那份非凡的毅力和在修行上的潜力。在1日的魔教大会上，莫玄离对叶晨说道：你虽是仙门中人，但如今仙门容不下你，我魔教不拘一格，愿意接纳你，栽培你成为强者。叶晨听闻此言，内心虽然动摇，但依旧坚定道：教主厚爱，弟子感激，但我心中有未了之事，不愿轻易改变立场。莫玄离见叶晨如此执着，虽有些不悦，但依旧对他网开一面。他心里明白，叶晨是一个值得栽培的人才，只要时日久了，或许他会渐渐忘记仙门的恩怨，留在魔教。然而莫云霜心中却渐渐不安起来。他虽对叶晨情有独钟，但知道叶晨心中装着的永远是那个仙门的灵犀。这种情感的纠葛让他陷入了无尽的苦恼。在魔教的庇护下，叶晨逐渐恢复了修为。他不愿接受魔教的招揽，便借助莫云霜的帮助，暗中调查仙门弟子被杀的真相。通过魔教的消息网，他得知了一条重要的线索，那名被杀的弟子曾是仙门长老玄清的得意门生，而玄清与此事似乎有着密切的关联。叶晨感到事情远比他想象的复杂，他意识到这场诬陷是有预谋的，而自己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棋子。仙门长老中的某人极有可能为了个人的利益策划了这场阴谋。在一场魔教的夜宴上，叶晨对莫云霜说道：我必须回仙门揭开这个真相。莫云霜静静地看着他，眼神中流露出一丝不舍。你知道回去意味着什么吗？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你。叶晨目光坚定，我已经无路可退，无论如何这个真相必须揭开。莫云霜叹了口气，最终还是点头，我帮你。经过数日的准备，叶晨决定重返仙门。他知道仙门必然会对他展开围剿，但此刻他已无所畏惧。莫云霜尽管不愿意让他涉险，但仍然帮助他进入仙门，打探到玄清长老的动向。回到仙门的叶晨深夜潜入玄清的住处，搜寻证据。他发现了玄清长老与那名弟子之间的秘密信件，信中暗示了玄清为夺取掌门之位，不惜铲除异己，并且在一次暗杀行动中被那名弟子无意中撞破。叶晨终于明白，自己之所以被诬陷，正是因为当时无意间路过了杀害现场，成为了替罪羊。他决定揭开这一切，将玄清长老的阴谋公之于众。夜深人静，叶晨潜入仙门，带着从玄清长老住处搜来的证据。他并未立刻行动，而是等待一个最好的时机。数日后，仙门召开了一场重要的门派大会，掌门清虚子及众长老齐聚，讨论仙门继承人的问题。正当大会进行时，叶晨突然现身于大殿门口，冷然开口：仙门众长老，掌门师尊，叶晨今日前来揭露一桩关于玄清长老的阴谋。众人闻声纷纷震惊，尤其是掌门清虚子，他皱眉问道：叶晨，你已被逐出仙门，今日擅闯此地，意欲何为？叶晨沉着应对，抬手将证据递上：我虽被逐出，但并非因为杀害同门，而是有人借此陷害于我。玄清长老，
为了夺取掌门之位，不惜残杀同门，将罪责嫁祸于我。此言一出，全场哗然。玄清长老脸色大变，怒斥道：你满口胡言！我身为长老，岂会做出如此不耻之事？叶晨冷笑一声：玄清长老，你可以狡辩，但这封信件已经证明了一切。当年那名被杀的弟子曾经发现了你的阴谋，而你正是为了灭口将他杀害。掌门清虚子接过信件，细细审视，脸色越发阴沉。信中的内容无可辩驳，玄清的确设计了一场惊天阴谋。见事情败露，玄清长老企图逃脱，但他已经无处可逃，被仙门弟子当场制服。清虚子长叹一声：玄清，没想到你居然会为了权力铤而走险，害了门下弟子，险些令整个仙门蒙羞。玄清长老被押送下去，仙门弟子们终于知道了真相。然而叶晨虽然洗清了罪名，却依旧站在仙门之外。大会之后，林夕默默地来到后山，这里是他和叶晨曾经一起修行的地方。夜风拂面，他的心情复杂无比。虽然叶晨已经洗清了冤屈，但他依旧无法重新回到仙门，师徒的关系早已不复从前。叶晨也悄然来到此处，看到灵犀伫立在山崖边，心中百感交集。他深知自己和灵犀之间的情感早已超越了师徒之情，但仙门的规矩束缚了他们。两人沉默良久，叶晨终于开口：师尊，我知道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灵犀侧过身，目光如水：你不必再称我为师尊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这样的关系了。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隐忍的痛楚，但更多的是释然。他缓缓走到叶晨身旁，低声说道：我一直都知道你的心意，也知道自己心中所想，只是我不能说，也不敢说。叶晨心中一震，他从未想过灵犀会如此坦白。夜色中，灵犀终于不再隐藏内心的情感。叶晨，我不能再欺骗自己了，我爱你，从你做我徒弟的那一刻开始，就已经动了心。这句话让叶晨心中翻起滔天巨浪。他看着灵犀，眼中尽是复杂的情感，犹豫了片刻，终于伸手握住了他的手。灵犀，他轻声呼唤他的名字，眼中充满了深情。我也爱你，但我们不再是师徒，我们可以一起面对未来。两人终于跨越了师徒身份的鸿沟，心意相通。然而他们都明白，这段感情注定不会顺利，仙门的规矩不会轻易放过他们。就在两人情感升温的时刻，仙门内忽然传来诏令。清虚子得知两人已表露情感，决定按照门规惩罚灵犀。掌门召集众长老，宣布灵犀犯下了严重的规矩，必须接受与叶晨一样的玄冰钉刑罚，以正仙门风纪。叶晨得知消息，心急如焚。他深知玄冰钉的痛苦，自己曾亲身承受过一半，若让灵犀全部承受下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灵犀却没有丝毫退缩，冷静地接受了掌门的命令。他本就做好了接受一切后果的准备，即使这意味着生死。行刑之日，叶晨悄然出现在刑堂之外，强行闯入。他一把推开执行刑罚的弟子，拦在灵犀面前：这刑罚由我来受，灵犀不该承受这些。掌门微微皱眉：叶晨，你已被逐出仙门，何来资格代替他受罚？叶晨目光坚定：我甘愿代替他承受一切，只求仙门放过他。他是仙门的大师姐，未来的掌门，而我不过是个外人，何必让他为了我毁掉一生？掌门沉默良久，最终做出决定：既然如此，你便代替他承受余下的玄冰钉吧。于是叶晨再次被绑上刑架，余下的玄冰钉一一刺入他的体内，冰冷的痛苦如同万箭穿心。然而他的心中却是坦然的，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灵犀。灵犀眼中噙满泪水，他知道叶晨是为了他才甘愿承受如此重的刑罚，但他却无能为力。看着叶晨在他面前痛苦挣扎，他的心如刀割。刑罚结束后，叶晨身受重伤，几近丧命。然而在灵犀的悉心照料下，他逐渐恢复过来。仙门之中，众人对于两人的感情看法不一，虽然他们不再受到仙门的严厉追责，但也不再适合留在门中。掌门最终同意让两人离开，远离仙门纷争。在一个平静的清晨，
叶晨与灵犀悄然离开仙门，选择归隐山林。他们找到了一处幽静的山谷，过上了与世无争的生活。虽然他们再也无法回到仙门，但这一切对于他们来说已不再重要。他们彼此相爱，不再受规矩的束缚，终于可以自由地生活在一起。全剧中